你听到了槍響，拔出了手槍，沙向東認出了你，你的槍暴露了你的身份，他就向你開槍了，是嗎？还有什么要查的吗？就這樣吧。立即逮捕他。是。少校，如果让我个人对少校进行一个評價的話，我絕對要豎起2個大拇指。少校無論人品、相貌、才華，絕對堪稱一流。謝謝。一個為了信仰而不是忠誠的職業特工是偉大的，也是危險的。對，你說的沒錯，黨國崇尚的是信仰，需要的是忠誠。難道我不夠忠誠嗎？忠誠。少校忠誠於信仰，而不是黨國，所以我會再次坐在這裡受審。不，你們不是這麼認為的嗎？你再次在這裡受審，是因為你的人格。人格？因為少校的忠誠，導致了你的上司馬天笑入獄。有人說馬天笑是無辜的，但我不這麼認為。無論是為情所困，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，馬天笑失去了對黨國、對職業操守的忠誠。只是因為那個所謂車夫的指證嗎？還有你的人格指證，你的良心指證。長官，馬天笑要見你，您是不是要去一趟？看來馬天笑想拾回他對黨國、對職守的忠誠。他有話要說。小肖，也許你還沒意識到你所涉及的案子有多大。染房一案已經可以設定為重大特別案。你應該明白重大特別案的概念。請少校三思。你應該清楚，這兒是保密局的秘密監獄。這說明什麼？說明毛人鳳已經得到上面的授權。委座的意見出現反覆，意味着案情特別重大。少校對車夫的指證等於默認。我就不明白你還扛着幹什麼呀？我要說第一槍是少校打的，就能指證他是內奸嗎？能。說明他是看到了沙向東鳴槍報警，不是為了你，是為了那個陷阱。你說他有報警時間，為什麼我們能抓到沙向東？這不是一個層面上的問題。先弄清誰開的第一槍，第一槍是這個案子的關鍵。站長，我不是說過嗎？沙向東開的第一槍，我沒看錯。天笑，你要清醒地面對現實。現實是你在掩蓋事實。難道是為了和少校的感情嗎？什麼感情？單相思。站長，天笑，醒醒吧，不要把自己的前途毀在不着邊際的感情上。放棄情感，你還是可以大有作為的。上校，
局座和站長可都在盼着你回归呢。当时那个老头打我，我跟他厮打在一起。沙向东发现我向我开枪，我开始还击。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重大破绽。车夫已经指证是少校開的第一槍，那是他那麼說的，我說的完全是事實，我看到的就是這樣。你要為你說的話負責。當然。那我就愛莫能助了。这招是狠了点，但很管用。人的优點也就是弱點。我在想，如果少校真是中共的臥底，他就不會承認。站長，你到底什麼意思？如果他真是中共的臥底，那你就是他的敵人。有你擋着，他何必承認呢？他為什麼要對自己的敵人仁慈呢？那你怎麼不早跟局座說這些？說什麼都沒用，他已經在審判當中了。他們會怎麼對付少校啊？你明知故問。停車！你幹什麼你？你去哪兒？我去找局座。你找死啊！上車！開車。是。
從刑罚的角度来说，鞭挞算是比较轻的。但是据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認為，鞭挞是能夠喚醒靈魂的，特別是對有身份的異教徒，鞭撻不僅能喚醒他們的靈魂，更能打擊他們的尊嚴。少校視尊嚴勝過於生命。如果讓少校選擇的話，少校寧可被處決，也不願意受鞭撻。當然，少校還有第三種選擇，那就是坦白。我們局座說了，只要你坦白，就可以將功贖罪，做双面間諜。我不是间諜，你是卧底，你鸣槍報警。是的，我是鸣槍報警。為中共鳴槍，我為自己鳴槍，我為自己的搭檔報警。我和他深陷在陷阱當中。這不是一個好的回答。那你就不要問了，以免你得不到更好的回答。寧可毀了尊嚴。你不配跟我談尊嚴，你沒有尊嚴，你更不懂尊嚴。陳立紅。吼叫了吧？你看，這才是你真正的嘴臉。給我打！别跑！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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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再跑我就開槍了！別開槍！別開槍！帶過來！我是修管道的，別開槍！你到下水道裡來幹嘛？我是來檢查閥門的，這是我證件。那你為什麼要跑？我害怕。害怕？你是找死吧？快滾！謝謝長官。你過來。長官，有看到什麼陌生人嗎？有陌生人在哪兒？你正和我說話呢。你說什麼呢你？我剛看見過去過，我認識。長官你，我不認識。剛才那波，他們是警備司令部的，我們是防城司令部的。交叉巡邏，對，2個小時一次。從這裡出發到目的地需要2小時10分鐘，也就是說，我們在這2個小時之內會碰到巡邏隊1次，也不一定完全避不開。在下關火車站左側有一個出口，上面是個垃圾場，我們可以在巡邏隊趕來之前先上去，等他們過去，我們再回到地下水道。是個好主意。要是那些图紙還在，我們就更清楚了。圖呢？啊，在染坊沒有帶過來。嘿，對了，能不能再複製一份？那份圖啊，複製那份圖整整花了1個月。再說，當時複製那份圖的同志已經犧牲了。好在，我們拿到了中央銀行的設計圖紙，否則真的要抓瞎了。老將，你馬上找人去下關火車站查清楚那個垃圾站的情況。既然方案已經出來了，咱們得抓緊時間動手。好，我馬上去。有老沙的消息嗎？人現在還在南京站。那我們的內線呢？暫時沒有消息。唉，這件事故的責任
主要在我。老张，现在不是谁来负这个责的问题，重要的是接下去的工作我们怎么做。不管老沙情况怎么样，我们必须要和内线取得联系。得不到敌人内部的情报，我们寸步难行。除了老沙之外，就没有办法和内线联系吗？不行，太危险了。再危险也得干。等等吧，再等一等。把他给我弄醒，再上刑。魏老大，魏老大，有什么消息吗？我得到2条消息。第一条，在四象桥发生了火并，交易双方的古董贩子都死了，东西都不见了。事后，我看到了宪兵队的汽车，我怀疑是宪兵干的。你一定要想办法确认。好，我摸一摸底。第2条是南京站的杜雷、马天笑，还有陈立红，被关进了保密局的秘密监狱。秘密监狱？听说陈立红被动了大刑，招了。他是我们的内线吗？听说毛人凤要对老沙动手，我们要营救吗？我并不是反对营救，我也希望能够救出老沙。有老沙在，我们心里也踏实。但是，靠誰去救？靠我们这些人吗？我们这些人是来执行新的任務的。要是我来组织呢？不行，你是我们最后的根据地了。为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们千万不能轻举妄动啊！老张，你觉得我们现在定的这个方案可行吗？怎么不可行？安全进度、挖掘进度，包括怎么把炸药送到魏公馆，我们都已经详细的研究过了。还有你提到的秦淮河放水，我们在汛情報告裡已經查過了。最近秦淮河的確有水，我們排除了一切讓國民黨懷疑的因素，還有什麼不可行的呢？王隊已經對地下金庫進行了實地考察，炸開地下金庫的炸藥，魏老大準備好了吧？基本沒問題。現在是萬事俱備了，就等我們定行動的時間了。我認為我們應該再考慮一些不可預知的因素。你是擔心地下水道的圖？對，那份圖是在染房被他們拿走的。我想，他們現在一定在想，在研究。總之，現在敵人在想什麼，我們完全不知道。你的意思是？行動暫緩，再給我一點時間，必須做到知己知彼。我們還有多少時間？至少中山1號行動還沒有開始。中山1號開始了，我們就前功盡棄了。正因為如此，拿到敵人情報才格外重要。只有那樣，才能做到萬無一失。1號，現在魏公館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之下，每過一天，我們都有不可預知的危險。我知道。1號，你要考慮清楚，萬一我們的內線……少校，老虎凳的滋味沒嘗過吧？我讓他們再加一塊磚，你的腿可就折了。說吧，你到底是不是共產黨？
田阳，我是想什么？上校，我是替共产党受的刑，不如就是共产党。你耍我？是你逼我的。贾专，举座。自古华山一条道。要是真能上华山也行啊。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他的成功要点就是出其不意。问题的关键就是在这儿，到底是出其不意，还是正中下怀？如果敌人发现了我们的意图，会是什么样的结果，我就不用说了。你有新的意图？我了解一些戴维的家事。8年前在北平，戴维全家除了他自己，都被日本人杀害了。祸根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个元青花凤手之狐。元青花凤手之狐。难怪他那天在我那儿看到他以后，神情异常的紧张。后来我说他是赝品，他才缓过神来。凶手是当时特高课远东处的大佐稻田清一。稻田清一？对，稻田清一，那是戴维的大仇人。那当然，这个人现在就躲在南京，就在附近。我想戴维一定饶不了他。那你什么意思？我有机会能夠接近戴維，我跟戴維有點私交。你們那天可是一門之隔呀。對，戴維是中山1號的執行人，如果能夠成功策反他，事半功倍。老張知道嗎？他否定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說戴維有可能是螳螂。螳螂？赫赫有名的神秘殺手，就是戴維，戴小姐。如果戴維真是螳螂，我覺得策反他就更有把握，因為我研究過螳螂殺的人，那些人都是國民黨，也就是老蔣眼裡的異己分子。我知道老張為什麼否定了。螳螂可能是御用殺手，策反一個國民黨，尤其可能是老蔣的御用殺手。不可能嗎？難度大。韋老大，咱們幹的哪件事是容易的？是啊。先當個備用方案，我先投石問路。少校，你這麼聰明的人，沒看出來處決馬天笑是一場戲嗎？戲？有了結果，其他就無所謂了。不過，現在你很麻煩。你承認開了第一槍，按照這個陳述，你很難過關。我已經盡力了，為了我自己，也為了天笑哥。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，我不知道，那是命，我服從命運的安排。你很坦然，可以說是視死如歸。
具備共產黨的特點。站長，你是在誇獎共產黨優秀嗎？那麼，我就應該是共產黨。我不是來和你鬥嘴的。看到你這個樣子，我很難過。天笑更是痛不欲生。我來是給你一個機會，為了你，為了天笑，也為了南京站。戴小姐在找誰？你參加軍統局的時候宣過誓，要效忠黨國，效忠軍統局。現在是你表現忠誠的時候。我不相信你是共產黨。局座和我都非常信任。要用酷刑，這是我應得的懲罰嗎？你承認開了第一槍。難道我要眼睜睜看着我的教官被處決嗎？他是無辜的。你要翻供？我不會翻供，我不是出尔反爾的人。局座，局座，你看該怎麼做？我看怎麼做？為什麼要問我？局座，敲山震虎真的是戴小姐說的嗎？是的。那你是懷疑戴小姐嘍？局座，到底是敲山震虎，還是放虎歸山？哼，你把事情搞複雜了，搞複雜了才來問我怎麼辦？杜雷，你腦子裡打的到底是什麼算盤？我知道你的腦子聰明，戴老闆曾經向我提過，對你要嚴加提防。這個是個為了要得到連父母都不要的人。我說不要得罪戴小姐。哼，你呢？你立馬抱住戴小姐的大腿不放。我警告你，抱女人的大腿是危險的。你立馬表示回歸。結果呢？你把我架在爐子上了。局座，不是這樣的。不是這樣是什麼？局座，你聽我解釋啊！我在聽着呢。我發現了疑點，我懷疑我們被別人當槍使了。這話我不要聽，你留着跟委座說。局座，你說的一點不錯。中山1號要是做好了，或許你能夠撈到一點好處；弄不好，你就是一個炮灰。我要說的是，別把我給扯進去。來人，把少校交給杜站長。是。杜站长，南京站的事你自己解決。局座，处座。这是中央银行周圍的建設分布圖。這樣，找到中央銀行的設計師是誰？怎麼樣才能找到他？是。好，我現在就要。處座，好。站長把少校帶回來了，去看看。
少校，李浩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了，谢谢你，马哥。上哪儿了？啊？刘皇，把少校带回禁闭室。是。处座。站住！跟我来。还是党员吗？你还是保密局特工吗？丧失党性，毫无原则。陈立红给南京站惹来这么大的麻烦，你竟然还护着他！站长，毛人凤让我扛，我让谁扛？如果问题出在少校身上，我来扛。好啊，现在就去审讯他，审讯不出结果，枪毙了他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还不清楚吗？那2张纸还不明确吗？会是戴小姐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不是陈立红，你会如此弱智吗？我一而再、再而三地给他机会，他毫不领情。他以为这是伊甸園呢，這是屠宰場。站長，執行命令。好啊，你不去是不是？行，我叫徐萬龍去，我去。走吧，少校。你以为你很聪明是吧？偷偷抽掉2頁紙，就能掩蓋嗎？恰恰相反，就因為這2頁紙，讓我所圖求計。你無話可說了吧？因為我承認。開了第1槍，我說的是草圖。我知道。你否認嗎？我拒絕回答。這把槍裡面只有1顆子彈。今天能從這個房間走出去的只有1個人，我想這個人是你。你這是幹什麼？我答應過站長，如果問題出在你身上的話，我來扛。我知道，你就是那個臥底。馬哥，你瘋了！我們來世再見吧。是我。少校，你終於說出真相了。我是在執行命令。誰的命令？戴薇。你是說戴薇？是的。他說他是受戴薇之命。可靠嗎？有待查證。不過，戴薇把我叫到他的機要室有些怪異，這從客觀上講，給了他行動的時間。那戴薇有沒有和少校單獨接觸過？那倒沒有。那他怎麼向少校下達命令？2個人是眉目傳遞。
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戴维有重大嫌疑。你是说，戴维是中共卧底？说下去。说下去。是啊。怎么不说了？怎么，说不下去了？是有些难解。如果戴维是中共卧底，那中共还派什么特派员来？他们只要在国宝押运途中动手就是了。我也这么想过。那他们在做什么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？我让你盯着他，是我对他要找的人感兴趣，还有他有哪些让我感興趣的事兒。你想入非非了，将軍。記住，你沒有授權。你也別忘了，她是夫人的乾女兒。说的一点不错，中山1號要是做好了，或許你能撈到一點好處；弄不好，你就是一個炮灰。不去站臉，送我回家。是。杜雷，怎么了？哎，你拉我干什么呀？什么事儿啊？从现在开始，一切敏感的话题都不要说，像什么去香港、去台湾都不能说。为什么呀？家里被安装了窃听器。啊？哎呀，这不是你对别人使的招数吗？怎么会用到自己头上呢？这就叫请君入瓮。哎，卖水果。哎，你看看这水果。哎，黄包车。哎，来了。您多买点吧。请。好，我给您包起来。这水果新鲜的很啊。东西在这吗？没看到他们拿行李啊。那就应该在天都饭店。哎，出来了！她是稻田清一的情妇。
动手吧。水莲姑娘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既然你说喜欢简单，那我们就简单的解决。你到底是谁？谁派你来的？我是田水莲，没有人派我来。我喜欢你，秃子他知道。我希望你跟我说实话 ，OK？ 我真的喜欢你。当然了，我更喜欢绿卡。那你只有到阎王那里去拿了。我说，我是稻田青衣的女儿，稻田莲子。稻田莲子。我不相信。我真的是稻田青衣的女儿。我真的是不相信，除非你告诉我元青花在哪，那我相信你。你说吧，元青花在哪儿？你看，你说你是稻田青衣的女儿，那你就应该知道元青花在哪儿，这是你唯一可以活下去的理由。好，你给我和我父亲绿卡，你可以得到元青花。让我猜猜看看，应该是在天都饭店。那小旅馆呢 ？OK，good luck。欢迎光临。欢迎光临。
有个机会，符合你的条件。戴维明天在3元楼，请钱胜吃午餐。明天，钱胜不是约了我们钓鱼吗？没错，我派人在3元楼外接你，等你完事。行。需要多长时间？用不了多久，把事情办成了就行。祝你成功。哟，先生，您看我这画怎么样啊？哎，先生，好。哎，先生，看我这画啊。到海不复回，高堂明镜悲依白发，朝如青丝暮成雪。你说这是豪迈还是悲叹？是慨叹吧？哦，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詩人的慨嘆。一個有政治抱負的詩人的慨嘆。哎，說得好，說得好。君座，請吧。好，請。戴小姐，请。请。戴小姐，您的慨嘆之論使我深有啟發。我是想，李白的豪邁情懷之中藏着的應該是悲觀，經戴小姐這麼一說，慨嘆更為確切。小女子古往說之，君座古往聽之。哎，不，戴小姐見解新銳，使錢某豁然有悟。尤其是那句有政治抱負的詩人的慨嘆，更為確切。氣勢有作為的人，終將是以慨嘆謝世的。戴小姐，你使我非常欽佩。那是因為偽作吧？哦。我就是聽了偽作太多的慨嘆之論，才有此悟。是嗎？本來想輕鬆點和君座用餐，是您太深邃了。謬講，謬講。那現在，咱們來說點正事吧。好吧，悉聽尊便。來，戴小姐請。對不起，我去一下洗手間。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嗯，这是一位先生給你的。謝謝。他人呢？他走了。嗯。回別墅。不去南京站了。不去了。昨日的京城，南京站
可以用翻江倒海来形容。杜雷，一个脾气反复无常的人，自然有翻江倒海的能力。不过他既翻不了江，更倒不了海。他现在很尴尬。你同情他了？他不值得你同情。为什么？他对党国忠心耿耿的。他不是对党国，是对他自己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说得不错，可还有一句话：人若为己，天荒地老。没听过吧？没有，我听过天荒地老，没听过人若为己，天荒地老。戴小姐，人不是为自己活着吗？那你是在为自己開車嗎？名字起得好啊，这字嘛，也写得好啊。你真的很喜欢它吗？当然。晚上9点，你赶到1号机场，有专机等你。去哪儿？上了飞机你就知道了。明白了。来了。吴兄果然是城市之人呐。哪里，只是天公作美啊！哪里是天公作美啊？你这分明是龙王在作弊嘛！啊！哎，历史啊，真是驚人的相似。隔江为據，東山再起。當年啊，項羽就是不肯去江東，放棄了東山再起的機會。如今老蔣也是，想隔江為據，東山再起，只是苦於說不出口啊。美國人向中共施加壓力，想形成全國南北割據的局面，可是中共完全置之不理。這是金雞破曉三更夢啊！老蔣想執政半壁江山的夢，看來是做不成了。他非但是輸於毛澤東，也有辱於楚霸王啊！在重慶，毛澤東給過老蔣機會啊。是啊，
只怪老蔣啊，忘记了当年给戴季陶跑腿的事了。是啊，如今国军惨了，死守南京，谁都知道这是螳臂挡车，自取灭亡。想意志另立吧，又时光不再；想投共起义吧，又举棋不定。更何况不知道路在何方啊！哦，中午委座的特派员啊，请我吃午饭。戴薇戴小姐。对，戴薇你是应该知道的，她现在是中山1号的负责人。戴小姐人怎么样？很有意思。她说啊，凡是有作为的人，都是以慨叹谢世的。她说，她听了委座太多的慨叹。大实话，老蔣的慨叹实在是太多了。何止是老蔣啊！眼下我和我的同僚们，大概都只剩下慨叹了。钱将軍不必吧？我與鎮海兄為友，所以與吳兄同在釣魚台。錢將軍的意思是，我要和中共統戰部的要員密上。我馬上安排。好，地點最好在上海。可以。好，那我明天就去上海。如果吳兄願意與我同行的話，就坐我的車。那再好不過了。一言為定。一言為定。哎，動了！嘿，哎呀，好大一條魚啊！啊，你這話怎麼聽起來像是在說我呀？我已經向你交底了，如果再這樣下去，那就是眾叛親離。你說我對黨國赤膽忠心，可黨國對我呢？鎮長，我們還是想想辦法吧。我現在的心裡只有你，你是我的學生，最好的學生，唯一能夠理解我的學生。我曾想和戴小姐風雨同舟，可風裡來浪裡去，不是那個意思。我也想和局座同舟共濟，可他根本不把我當人，欲滅我而恨速不達呀！我們現在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保證中山1號行動，哪怕它是個陰謀，只要我們盡力，委座會給我們一條出路的。如果能夠粉碎中共陰謀，抓獲共黨要犯，那就是雙保險。當然，要完成任務，必須請少校出來工作。問題的難度是，我們必須給上面一個交代。那您問了戴小姐了嗎？問什麼？少校執行他的命令。他沒來，我也沒問。為什麼？也許不問更好。那少校，我們再想辦法吧。明白。我一定貫徹您的意思下去，用事實說話，粉碎中共的陰謀。好。審時度勢是眼下國軍將領的主要功課。那何去何從，就是他們日思夜想的課題了。聽錢勝講啊，是國軍軍心所迷，只是沒有人指點迷津而已。那倒未必，有些人即使是明白了，也失去了選擇權。比方說，杜雷。他手裡倒是有牌，如果他能放了老沙，我們不歡迎嗎？那得等他放了再說。那有沒有這個可能呢？聽說他差一點被毛人鳳給絞死。那是戴笠死了以後，軍統內部派系鬥爭。好了，不管這些了，明天我派車送你去軍部。算了，鎮海兄，
你的公馆一直被他们监视，你得格外小心。我没事，我手里还有王牌。1号，你要是走了，老张怎么办？让老张先沉住气，准备工作做得越充分越好。这件事我心里还有点发毛。你没听钱生说吗？戴威中午请他吃饭，说的并不是中山1号的事。他很可能是给我们留了一手。像他这样資深的军人，完全能有駕馭事情的節奏。有可能。陆运的事，杜雷只找过他1次，这说明咱们的线报是正确的。中山1号行动計劃並不是迫在眉睫的事，咱們還有時間。是啊。我現在感興趣的倒是四象橋的事兒。如果真是憲兵隊幹的，那就說明老蔣不但有2套計劃，說不定有3套計劃。對，明裡是保密軍南京站，暗地裡是憲兵隊。一方面是中央銀行地下金庫現存的國寶，還有一方面就是國際盜寶集團正在交易的文物古董。我們要保住的不僅僅是地下金庫這批國寶，我相信還有一個藏匿國寶的地方。我讓兄弟們放線去暗查。我還想在戴威身上多動動腦子。好啊，如果可行的話。這麼多年了，每一個人都會有變，他到底變了多少，看看再說。是啊。給我根煙！快點，快點，快點！給我根煙啊！快點！哎，你不是江哥啊？我還以為是江哥呢。是江哥。反正你不是。2小時28分鐘，上次是2小時10分鐘。上次是下關的水道斷水了，這次我們是湯水來了。你是特務，你是特務，你是個特務啊！你是特務，你是特務，你是特務，你怎麼跑這兒來了呢？啊，你這特務，你說地下下水道鐵管子是藏匿中共武裝的地方？沒錯，這是個重大發現。站長，絕對是重大發現。
我建議我们现在馬上派人把下水管道的每個進出口都挨個查個遍，肯定能把中共武裝給挖出來。我現在需要知道的是他們現在藏在哪，而不是把他們挖出來。所以你要回去繼續扮演乞丐，要查個水落石出。是，保證完成任務。好。他不在房間。郑其昌，你是戴敏珠？你还认得我？敏珠小姐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稻田青衣呢？他知道你要来南京，他跑了。啊！跑了？跑了！他昨天晚上就跑了。跑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说，跑哪儿去了？敏珠小姐，我不知道。敏珠小姐，我可以帮你找到他。我们家袁青花呢？在他那儿，在他那儿，在南京。对，鬼子还没把他运到日本呢。敏珠小姐，我是老爷的。闭嘴！啊！还敢踢我爹！敏珠小姐，我对不起老爷，我对不起老爷。你就是日本人的走狗，卖国贼！救命啊！快开车！你要做的只是征服一个女人，斯文特先生。征服一个女人，说的都轻轻。哎，谁说的啊？你姐夫，不，
他以为是在拉斯維加斯找跳舞女郎。喂，听说那边很贵的。好好开车吧。玩的开心吗？很开心啊。好，待会儿我走啊。这回你领教了吧？我去找他。去哪儿？哪儿找？算了，他自己会找上门的。还是去7号别墅吧。啊，7号別墅。小泉，開門啊！哎，老闆回來了。啊。哎呀。刚才进去的那个人，就是一品轩的老板吴同光。老板，您的信，傍晚送来的。好。原来一品轩的前老板是个上海女人，叫任荣芳的，真好。我明天要去趟上海，顺便会会这个任荣芳。小泉，我走这2天，店就打烊吧。你关心关心那个信正，注意天都饭店的动静。一切等我回来再说。哎，好的。啊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把这一品轩都翻遍了，根本就没有什么暗道啊，也没有什么保险柜啊。我早就跟你说了，如果这么容易就能让你找到的宝贝，那宝贝就不值钱了。等我到了上海，会过这个任荣芳，咱们就能确定这家店里到底有没有宝贝。任荣芳43年底从抽鸦片破产的龚文兰手里盘下这个店，这家店原来叫文样阁。一个上海女人，为什么跑到南京来開古董店？哎，老板，別想了，早點睡吧。您明天不是還要去上海嗎？光哥，你說我們會分開嗎？不會。我知道不會。如果有一天，因為工作的需要，我們倆必須分開，那咱們倆的精神還在一起。不可能，我要永遠跟你在一起，並肩作戰，永遠不分開。好。當然了，除非老天爺捉弄我們，讓我們分開。老天爺不會這麼狠吧？啊？光哥，那裡是銀河嗎？讓銀河見證我成為你的女人。
袁青花真那么值錢嗎？不光是為了錢，她是我一生的願望。為了她，我用盡了心機，不惜一切代價，收買了戴河龍的管家鄭啟常。為了她，我殺了我的中國摯友戴河龍，他的全家我都沒有放過。你不是說他女兒還活着嗎？是，因為我要創造一段驚天動地的歷史。那個把袁青花帶到中國的中原芳子，沒到日本就跑了？是的，他沒有讓我們把歷史編造好，他就失蹤了。押回東京那幾個人都被打死了，我的夢碎了。跟你一起編造歷史的那些人，都被絞死了。只剩我一個，所以我要把袁青花帶到美國，向全世界宣告，這段驚人的歷史依然存在。我要將歲夢重圓，用我的袁青花。从这儿进去，估計是不太可能的。哎，我知道這房子後面還有條小路，那邊應該沒這麼多人守着。看來我們也只能從那兒走了。对，這是你的證件，我的副參謀長。謝謝。我希望早一點和耀元見面。一到上海，我馬上安排。怎麼？沒有電報，也沒有電話？聽說戴薇也在上海啊？是嗎？他是去慈溪見老蔣，然後路過上海。不瞞你說，他和我一起回南京。哦。我也是昨天晚上剛剛接到總統府的電話。哎，回去你可以坐我後面的那輛車。好。中山1號不會是個空炮彈。我知道老蔣的手法。一部分國寶運往台灣，另一部分國寶，也許戴薇都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。所以，保住這批國寶，不在我和耀元談判的範疇之內。這我知道。我相信啊，你們不僅僅是只在等着我吧。死得好可憐吶！你看，我一看那個家伙，他就不對勁兒啊！啊！兩隻眼睛吃肉吃的又黑又亮的，不像我們眼珠子發黃，沒有光。找個地方把它埋了。是，再不埋，老鼠就把它給吃了。來，兄弟們，來搭把手。斷脖子，那就不是一般的兇手，一定是特務。特務？對，不是軍統，那也是中統。1號說的沒錯，是我們沒來得及拿走的圖。那張圖等於告訴敵人我們的意圖。1號說的不可預知的情況出現了，1號要後天回來。問題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？找到那個特務，他會告訴我們，他們究竟有什麼意圖。現在敵人還只是懷疑和猜測，一旦他們發現人不少了，等於證實了他們的懷疑和猜測。你去找那個魏老大，
我要跟他谈谈。魏老大出去赴宴去了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事不宜迟，我们要马上行动。王队啊，你那边怎么样？我们没问题啊。哎，等等，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特务在什么位置，我们不知道，万一撞上了怎么办？杀了他。可是队长，我们这5、6天的时间，必须在敌人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下进行。万一撞上和杀死那个特务，我们都会暴露无遗。你说的第2个呢？第2，魏老大不在，放水的问题根本解决不了。但那个特务必须要除掉。刘一村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去除掉那个特务，又不要让敌人发现。老张，你刘一村，你行的。你现在就去行动。我们这次行动成不成功，就全看你了。是，诸位，这个地方就是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，可以容纳8到10个人。部队长，到。把你的部队分成2个小组，10人一组，配备最先进的武器。今天晚上同时行动，一支进入到中央银行的贵宾休息厅，另外一支进入到下关下水道的分离站。听明白了吗？